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，今天呢要来教大家5个 iOS 16新手必学的相机小技巧。那每一年呢，随着 iOS 跟手机的不管是软体或硬体上的更新呢，其实都有非常多相机的新功能哦。那刚换 iPhone 的人呢，可能就会不知道过去几代的 iOS 上面有哪一些新的相机技巧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技巧吧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要来讲到 iPhone 13 Pro 跟14 Pro 限定的微距摄影。那微距摄影呢，就是你在拍摄静物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这颗镜头哦。那虽然说拍摄的距离可以拉得非常的近，但是画质呢会比主镜头还要差哦。这个功能像是我们平常在餐厅拍食物的时候呢，非常的常用到。那其实 iPhone 上面呢，你可以手动把它调整到使用主镜头来拍摄，这样子画质呢就会更上一层楼喽。那切换的方式呢，就是当你今天在拍摄静物的时候呢，它的左下角会出现一个花花。那如果你这边没有出现花的话呢，你就要到设定里面来把它打开。首先我们进到设定，在设定里面呢，我们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。就会出现这个微距控制的选项，这个部分要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平常在拍摄静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一朵花了。那 iPhone 的预设值呢，就是你在拍静物的时候，这一朵花是会打开的，也就是使用超广角镜头，它的画质会比较差，只是你就可以拍比较近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希望画质比较好，你就把它关起来，它就切换到主镜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去拍实物的话呢，就会得到一个画质上的提升。那我自己本身呢，就是除非我今天要拍非常非常近的东西，我再把这个花打开就可以了。那再来第二个，我们要来教大家的就是原框照片，它有点像是动态照片的感觉。那其实这个功能已经非常久了，那它的好处还蛮多的。第一个就是，例如说今天你不小心拍到扎眼啊，或者是你想要前后微调那个时间点的话，你就可以到相簿来进行调整。在编辑里面就会出现这个原框照片的按钮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做前后的微调。点进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设定在特定的时间点设为你的主要照片咯。那第二个原框照片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用来制作动图或是 Instagram 的动态来回播放效果。例如说在捷径里面的捷径资料库呢，这边滑到最下面有一个 GIF 制作的捷径，点进去。这边我们加入捷径之后呢，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制作 GIF 档，我就选择一张原框照片，它就会变成一个 GIF 档咯，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它就可以存到你的相簿里面。那一般来说呢，你的手机预设值它这个原框照片是一定会打开。那我是蛮推荐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啊，或者出游的时候呢，拍照一定要打开这个原框照片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根本就没有在使用动图，或者是你想要节省手机空间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设定关起来哦。那关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来讲到第3个小技巧，就是以上说到的微距摄影跟原框照片，如果每一次打开相机都要再调整一次，是不是非常的麻烦呢？那其实在设定里面呢，就有一个地方可以保留这些设定哦，就不用每一次打开相机都要再调整一次。那这个设定在哪里呢？我们先打开设定，接着再进到我们刚才来过的相机这个选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中间这边呢有一个保留设定，有没有？点进去。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选择你平常有动到设定的选项。如果你下一次想要再保留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打开。例如说，我们这边微距控制就有打开嘛，也就是说，你打开之后呢，你相机调整到哪个地方，你下一次再打开就会是一模一样的设定。那再往下滑呢，我们可以去看到这边有一个原框照片。今天我们在相机里面调整了原框照片，开启或关闭，打开这个选项之后呢，它下一次就会是一模一样的设定，就不会跑掉了。又或者是说，你今天是一个比较进阶的玩家，你有在拍摄 iPad Pro RAW 的档案格式的话，你也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，下一次它就会预设是以开启的状况来拍摄 Apple Pro RAW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到14 Pro 系列的话呢，这一次可以使用2倍镜这个选项来拍实物跟人像都非常好用哦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是用主镜头的4800万画素下去裁切的，所以你今天你就算切换到这个2倍镜啊，还是能够以1200万画素呈现。用这个2倍镜来拍实物的话呢，就可以不用拿非常的近，而且也不怕挡到光源咯。再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录影的小技巧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右上角的这个画质跟帧数的选项哦。一般来说呢，我觉得 HD 就非常够用了，除非你今天是要做成非常正式的影片，或是很重要的场合才推荐使用 4K， 尤其档案大小会差非常的多。而且如果你要录很久的话呢，你的手机可能会发烫，然后荧幕会变暗之类的，就是问题会比较多。那帧数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例如说24的话，它的画面是会最柔和的，会比较适合静态或是文艺的感觉。那30的话呢，它的画面会稍微的锐利，适合动作不是那么大的影片，像是讲
话或是走路等等的。那接下来60的部分呢，我觉得这个选项是见仁见智，有些人非常喜欢这个60的锐利感。那我自己觉得60蛮适合用来录 TikTok 或者是 IG 的限动，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动作很大啊，或是跳舞特技等等的，就可以考虑开启60哦。如果你今天是比较静态或是纯讲话的影片，我觉得60看起来会有一点怪怪的。不过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主观想法。那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iPhone 14系列限定的这个动作模式哦，它其实就是裁切防守阵。如果你今天想要让画面看起来比较稳定，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。例如说你边走边录啊，你要录 Vlog 等等的，就可以把这个部分打开。那它的最高画质呢会限定在 2.8K 哦。不过呢，因为它其实就是主镜头的4800万画素去裁切，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很稳定，所以呢，这个整体的画面就会稍微的受限。不过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啦。再一个，下一个要讲到去年才刚推出的这个电影级模式哦。如果你今天想要拍出跟电影一样的景深效果，就是人像清楚，然后背景是一个朦胧美丽的感觉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电影级模式来录影哦。那这一次呢，还新增了可以使用 4K 模式来录影，不过这个部分是限定只有在 iPhone 14系列才有的。如果是13的话呢，这边最高画质是 HD。那下一个我想要特别提到，就是这一次在 iOS 16更新之后呢，你想要隐藏照片，它换了一个地方。例如说，我现在把我想要隐藏照片先选取起来，那现在隐藏呢，必须按右下角这个3个点点哦。它现在是变成在这边，我记得之前是在分享选单里面吧。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这一次 iOS 16推出了一个合并重复照片的功能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进到这个相簿，滑到最下面呢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重复项目的选项，点进去。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重复的图像哦。那我有发现，它其实并不是每一张都一定是有重复的，它只是把看起来很像的摆在旁边，你一时分不清楚。但是，例如说，它这2张档案大小就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可能在合并之前呢，还是稍微先过滤一下有哪一些是你不想要合并的。但如果你想要全部一次合并的话，你可以选右上角的选取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全选。全选之后呢，在下面这边有一个全部合并，按下去就可以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相机小技巧就介绍到这边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另外呢，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个更详细的相机介绍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因为这边呢其实非常多的选项我都是没有讲到的，因为我想说这个部分我自己也不常用到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提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呢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影片的最后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叮当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，拜拜。